此行以葡萄牙瓦倫薩為朝聖之路的起點。出了火車站，順着道路往前走，讓身體慢慢適應背包的重量，也讓心情沉澱到旅程的節奏。第一個目標很明確，瓦倫薩堡壘。雖然地圖上看起來不遠，但真正走起來卻像是一段儀式般的開場，提醒着我每一步都將成為回憶。剛開始起走時，興奮感完全蓋過疲累，腳步輕快的像是被什麼力量推着走。走沒多久，我看見了此行的第一個黃色箭頭，那一瞬間真的有種正式啟程的感覺。我們立刻停下腳步，把它當作第一個拍照點。由 N13公路轉入通往瓦倫薩堡壘的道路後，車聲漸漸遠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寧靜的步行節奏。路旁的樹影搖曳，空氣中帶着淡淡的青草味，讓人不自覺放慢腳步。路旁出現一座建於19世紀末的古老噴泉 ，Fonte Avenida de Castelo 如今已被列為葡萄牙文化遺產。噴泉靜靜佇立在路邊，石材因歲月而變得溫潤，立於噴泉前，感覺像是接受了這座城市給朝聖者的第一份祝福。準備步行進入瓦倫薩堡壘時，心裡其實有點激動。這座堡壘是葡萄牙北部最具代表性的軍事建築之一，外觀壯觀，內部卻像是一座活着的古城。踏進城門後，仿佛瞬間穿越到中世紀，石板路、厚重的城牆、蜿蜒的小巷、古老的房屋，每一個角落都像是歷史的回聲。堡壘內也有許多帶着傳統瓷磚壁式的建築，藍白花紋在陽光下顯得格外迷人。我對眼前的一切都充滿好奇心，忍不住東張西望，生怕錯過任何細節。堡壘內有許多商家販售朝聖之路相關商品，每一樣都讓人忍不住想買。走到堡壘中心，就能看到聖斯蒂芬教堂，這是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教堂，外觀樸素卻莊嚴。進入教堂前，依照傳統必須先脫帽。教堂內部呈縱向布局，擁有3個中殿與3個開間，由堅固的4邊形柱子隔開。中午決定在堡壘內這家成立於1906年的 Restaurante Casa de Vila 用餐，100年老店的氛圍非常迷人。當地料理調味簡單卻美味，或許是因為走路後特別餓，也或許是因為旅行中的食物總是特別好吃。瓦倫薩堡壘的面積約為3平方公里，城牆長度約10公里。從高處望下去，可以清楚看到它獨特的新型設計。這種新型堡壘是17世紀歐洲常見的軍事建築形式，能有效抵禦炮火。站在城牆邊緣，風吹過臉頰，視野遼闊，米紐河與對岸的西班牙就在眼前。離開堡壘後，準備出國了。這種徒步跨越國界的感覺真的很奇妙。國際橋的鋼架線條非常美，像是一座工業時代的藝術品。橋上標示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國界線，就那麼簡單的畫在地上。跨過去，就是另一個國家。站在橋中央往米紐河的另一端望去，今天的目的地圖一就靜靜地坐落在那裡。跨過國界線的那一刻，心裡湧起一種莫名的成就感。雖然只是一步，但象徵意義卻很大。這是朝聖者才會有的特殊體驗。順着黃色指標前往圖一的路上，石板路高低起伏，走起來有點挑戰，但也讓人更專注於腳下的每一步。進入圖一市區後，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宏偉的圖一主座教堂。它融合羅馬式與哥德式元素，是西班牙北部保存最完整的古老教堂之一。教堂內的羅馬式石柱造型多樣，雕刻精美，讓人目不暇給。雖然它不像其他著名大教堂那麼知名，但卻處處充滿驚喜。石雕、木雕、彩繪、拱門，每一個細節都值得細細欣賞。我們在教堂內停留了很久，感覺這裡的寧靜與神聖正好替第一天的旅程畫上一個完美的句點。今晚住宿的 Albergue Ideas Peregrinos 庇護所就在教堂旁邊，走幾步路就到了。庇護所外觀溫馨，內部乾淨明亮，帶着朝聖者特有的溫暖氛圍。
完成朝聖之路的第一天行程，心裡滿滿的感謝與期待。明天又會是另一段未知的旅程。